现在的市场正悬在危机和机会的悬崖边。最近呢，也推出了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信号。美国的黄金储备会不会有问题呢？巴菲特最新公布的股东信又透露了什么信息？特朗普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增加了关税，最新的贸易战是不是会一触即发呢？在这么多变数之下，美国股市又会不会面临暴跌的风险呢？在接下来的影片里面，我将会深入的讲解到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帮助各位在风雨欲来的市场当中寻找出投资的机会。最近比较轰动的话题之一，就是马斯克突然间在社交媒体上抛出对于美国黄金储备的疑问。他在推问当中直接问，谁来确认一下福特诺克斯的黄金有没有被偷？或许黄金还在，又或许还没有。我们想知道它是否依然完好无整。这句话出自马斯克之口，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为什么世界首富马斯克会关心起美国国库的黄金呢？让我们来从头说起。首先，马斯克的疑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此他突然间提出黄金储备这个话题，极有可能是对美国政府财政健全性的另外一种敲打。他也在质疑美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背后的信任基石是不是个牢靠。黄金可以说是国家最后的信用支柱，如果连国库黄金都有问题，等于是对美元信心投下了震撼弹。然而这些官方的数字呢，多年来也是鲜少公开审查，每年例行审核也是缺席的。那这也是给了阴谋论者一些空间，质疑黄金是不是如数存放。那现在马斯克高调的发声，等于是把这一层矛盾公开的摆上台面。那由此可以想见，这一场关于黄金真假的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开玩笑了，而是牵连着投资人对于美国政府公信力的敏感神经。那我们来假设一个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如果美国黄金储备真的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它的数量没有声称的这么多，又或者是品质存疑，那又会如何呢？首先，全球的经济将会面临信心的冲击，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有可能会被动摇，各国央行和投资人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将会大打折扣。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加速去美元化的进展，更多国家可能是转而增持黄金或者是其他资产作为储备。那事实上，各国央行在近几年也是在大举购买黄金了。在2024年，央行购买黄金量已经是创下了史上第3高的年份，这也推动了金价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那对于我们投资人而言，其实更加值得思考的是，要不要在资产配置当中提高黄金的比例？因为在一些不确定性提高的时候，适当的持有黄金或者是黄金的 ETF 作为对冲股票市场的风险手段是有道理的。毕竟，正如巴菲特在最新的股东信当中，他有警告，如果财政上的愚蠢行为盛行，纸币的价值有可能会蒸发，固定利率债券没有办法保护你免受疯狂货币的侵蚀。那虽然黄金它会升息，但是它没有违约的风险，也不受央行政府直接影响，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它就是一个最后的信用底线。那马斯克这一番话等于是提醒大家审视这条底线是不是稳固。那无论美国黄金储备是不是真的有隐患，提早做好风险对冲总是明智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的最新炸弹，他预立下个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实施的关税政策会按照计划准时进行，并且将会迅速的推动。由于关税几乎是适用于所有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商品，所以多个美国产业链它高度依赖于北美供应的行业将会首当其冲受到打击。举个例子，其中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汽车行业。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汽车零件部和整车的重要来源，那25%的关税将会中断汽车零件的跨境流动，也将会推高装配的成本，导致汽车的售价会飙升。那美国3大设备配置厂它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那也估计他们也将会因为关税的原因，导致它会承受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成本。而汽车业也作为一个关键的制造业，不仅仅会对自身的股价受压，也会连带的影响到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那除了汽车之外，美国广泛的制造业和工业企业也都会受到波及，因为美国很多的制造商也是依赖于加拿大的原材料，比如说木材、铝矿等等的产品，或者是墨西哥的中间产品，比如说电子组件、机械零件等等。那关税也会让这些投入品的成本大幅提升，也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率。一些大型的工业公司有可能会面临着生产的扰动，而企业有可能会重新评估它整个供应链，部分生产呢有可能会转去其他的国家。
家，或者是搬回美国本土，但是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北美的供应链，而关税将会带来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美国的商品价格也会普遍的上升，这也可能会导致消费的支出减少，从而环环相扣，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其实对于投资者而言，关税战的退出也会为股市带来短期的波动，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蔓延，波动率指数 VIX 也会维持在一个高档，所以短期之内市场呢是充斥着不确定性，以消息面驱动为主。而长期而言，我们就要关注关税战是不是会对通胀带来影响。如果通胀因此上涨的话，美联储也有可能会因此而停止减息，甚至加息。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重磅的消息，股神巴菲特他刚刚发布了一个年度的股东信。那每一年这封信公布的时候，也是备受着全球投资人的关注。而这一年呢，就是特别的引人瞩目，因为巴菲特他在这一封信里面透露了前所未见的策略动向。那首先，巴菲特目前是持有了史上最高的现金部位，这一点呢也让市场的议论纷纷。根据伯克希尔最新的财报，2024年年底的时候，公司的现金储备高到了3300多亿美元，再创了历史新高。相比上一个季度，又增加了大约90亿的美元。大家要知道，伯克希尔在1998年以来就没有像现在那样让现金占总资产的比重这么高，而造成现金暴增的主要原因就是巴菲特在最近大举的净卖出股票。2024年，伯克希尔卖出了超过1340亿美元的股票，并且巴菲特也把他手上一些主要持仓的股票都减码了。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动作就是他连续4个季度减持了苹果和美国银行这2个核心持股。那苹果的持股呢，也从之前的6%降到了2%，套现了大约133亿的美元。而美国银行的持股呢，也减到了不到9%，持股的市值也从410亿降到了不到300亿。那除此之外，伯克希尔也减持了花旗银行、第一资本金融等等多家的金融银行股。巴菲特这次在巨额减持了美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暗示了他觉得当前的美股整体还是处于一个估值的高位，特别是他对于苹果这样的爱股都大举获利了结的时候，也让人不得不联想，今年 AI 热潮下的科技股飙涨是不是已经涨过头了呢？巴菲特也用行动表达了他的态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尔在2024年第4季和今年年初都没有回购自家的股票，这也跟2023年他频繁的回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巴菲特他也明说了，因为伯克希尔的股价大涨，市值在2024年呢也是首次突破了1兆美元。股价高起的时候买自家的股票也并非明智之举，连自家的公司的股票他都觉得贵而不买，可见他对于整个市场的估值水准也是有警戒心的。那正如他在股东信当中有强调，虽然现在持有了巨额的现金，但绝大部分的资金最终还是会投入到股票当中，他永远不会为了持有现金而错失了优质企业。现在他持有了这么多现金，只是因为他没有发现符合标准的便宜好公司而言。那对我们投资人来说，这也传达着2个信息：第一，美股现在呢普遍来说并不便宜了；第二，巴菲特他宁愿耐心等待，也不要勉强买贵了股票。再来，巴菲特也在信当中透露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近几年转向日本和其他海外市场的布局。巴菲特他也明确表示，伯克希尔自从2019年开始买入了日本5大上市的股票以来，如今已经超过了6年，最近对他的欣赏也是有增无减。那截至2024年年底，伯克希尔持有的这5家日本综合商社的市值呢，已经是达到235亿美元，这也远远高于他当初投入的138亿的成本。他甚至透露，原本伯克希尔和这几家公司约定持股不超过10%，但现在对方同意了放宽限制，所以未来可能每一家公司的持股比例也会略微的提高。那这样巴菲特也是同时间做到了分散了地域风险，不把鸡蛋全部放在了美国一篮子里面。那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尔去年还2度大额发放日元债券，全年发了5451亿的日元，大约是40亿的美元，并且规模也是创了新高。这也是表明了巴菲特在战略意义上把眼光投放了在美国以外，特别是一些评价比较低、政策稳定的市场当中来寻找机会。那这也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启示，当本国市场的股票偏贵的时候，不妨我们可以环顾全球，寻找一些被低估的角落，像是日本，甚至是一些新兴市场都有可能有黄金的机会。巴菲特他敢于打破过去只是压住美国的习惯，
确实看到了一些宝藏。股东信当中还有一段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巴菲特对于目前市场风险的看法。他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预测股票市场会崩溃，但是在字里行间当中透露出对于通货膨胀和财政乱象的担忧。他也警告说，如果财政上的愚蠢行为盛行，纸币的价值有可能蒸发。在某些国家，这种鲁莽早已经成为习惯。在美国短暂的历史当中，我们也曾经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固定利率的债券没有办法提供对抗恶性通胀的保护。那这段话呢，也是耐人寻味。巴菲特之前很少提及政治，而这一次呢，巴菲特好像明显在提醒大家，美国目前高举的政府支出和债务已经开始让他担心未来美元的购买力。这也跟马斯克质疑黄金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指向对政府财政健全性的隐忧。那巴菲特也是用他一贯婉转的方式点出，如果政府乱花钱导致通胀失控，手上的现金和债券都会贬值，唯一能够保护你的还是优质企业的股权。也就是说，投资能够穿越通膨风暴的好公司才是长远之道。那同时间，他也重申伯克希尔永远都会把他大部分的资金投放在股票上面，主要是美国股票。他也相信优质的企业，即使在货币不稳定的时机，也可以找到对应的方法，远比持有现金更加的可靠。所以总结巴菲特给投资人的启示，保持耐心和纪律，在市场高估的时候收回子弹，在有价值机会的时候果断出击。同时间要提防通膨和货币的风险，持有能够抵御通膨的资产。那这正是他当前操作的写照。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复制巴菲特，但是我们能够学到的是他宁可错过也不愿意去买贵的原则，以及在不确定的时候提高现金作为谨慎。除了以上几个市场担心的话题之外，在基本面和技术面都有令人担忧的部分。那首先，通货膨胀是不是会重新升温呢？这个也是最近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为最近几个月一些数据又显示通胀有可能有反弹的苗头。最近美国的薪资持续上涨，服务业的价格也居高不下，特别是如果之后特朗普关税政策落地的话，通胀有可能卷土而来。而美国的房租和房价也在止跌回涨，这也有可能推动核心通胀维持在3%的水平左右。而通胀走势直接影响到美联储的政策走向。目前金融市场普遍是认为2025年美联储最多只会降息一次，这相对以前的预期是多次降息大为缩水。那这也是因为对于通胀的预期有提高了，并且利率政策的不确定性所反映出来。同时间，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关税政策又让美联储决策更加两难。那一方面，财政宽松会推升通胀，这要比较紧的货币来对冲；而另外一方面，贸易战就会打击经济的增长，又需要货币宽松来救市。那美联储呢，有可能会进入到进退两难的局面。所以在这种背景当下，利率高企，停顿时间可能会比想象中还要长。对于股市而言，长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利率，将会提高折现率，对于成长股的估值也会形成压力，也会让公司的借贷成本上升，从而压制企业的扩张。那反之，如果经济因为关税等等突发的因素急剧恶化，美联储或许要被迫提前降息救市，但是那往往是伴随着经济下滑的风险。所以呢，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是目前市场波动的重要来源。那在技术面，最近市场的 AI 应用股都出现了集体式的抛售，比如说 AI 的应用股 Nvidia 在最近的一个星期下跌了大概30%，APP 在业绩之后它有一个突破，但是却无以为继，后续的走势全部下跌。另外有两家 AI 的医疗公司 TEM 和 HIMS， 这两家都是出现了集体的抛售，他们最近公布业绩之后呢，盘后更是出现大跌。而这些股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之前是市场当中最强势的强势股，而这些股票一旦出现了突兀走势，也就预示着音乐里的游戏停止了音乐，投资者纷纷离场。而我们来关注指数的话，标普500昨天也跌破了50天线，纳斯达克也跌破了自从2024年8月以来的上升之时。另外，美国的市宽也出现了恶化，大量的股票因为市场充满着关税战等等不稳定的因素和利率政策的不确定性而遭遇抛售。总而言之，策略的核心在于居安思危，动态平衡，既不要因为前景多变就完全退出市场错失的机会，也不要对风险掉以轻心，满仓孤注一掷。那你要根据你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去调整仓位，该避险的时候避险，该进攻的时候进攻，这也是我们在当下市场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关键。当前的市场可谓是危机四伏，一方面呢，市场有对经济数据和通胀的预期落空，有巴菲特现金为王的未雨绸缪，提醒我们要警惕市场的疯狂。另外还有特朗普实施关税战，在多重变数
交值之下，美股的确是面临着比以往更高的波动性和下跌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危机中也孕育着转机，超过90%的领导股都是在市场逆风的时候诞生，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宏观经济和市场。所以我决定跟台湾 C-Money 团队合作，开发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投资痛点的选股 APP 致富选股。那这款 APP 呢，解决3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选股难。那这个 APP 里面我会亲自设计2大选股策略，帮你筛选出市场当中最强势的股票，不要再自己一档档的去研究。第二个就是不知道买卖时机，那这个系统呢也会帮助你去掌握进场和出场的时机。第3个痛点就是资讯太多，这个 APP 可以帮助你筛选掉杂讯，重要的资讯一次掌握，省下大量的研究时间。那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选股工具，而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升投资胜率的实战系统。那目前这款致富选股的 APP 已经快要完成了，预计3月份正式上线。但是在正式上线之前呢，我希望这款 APP 能够真正的符合大家的需求，所以呢，我也准备了一份问卷，希望听一下你的意见。那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忙，填写问卷的朋友们，我会免费送你一堂价值$58的致富88金钱智慧的影音课程，完全免费。那现在就马上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填写问卷吧。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一起在动荡的市况当中寻找机会，我们下一次再见。